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些人，你跟他们待在一起的时间越长，你的生活就越乱，不是因为他们对你做了什么坏事，也不是因为他们在背后捅你刀子，他们甚至可能对你很好，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但就是在你们关系最亲密的那段时间里，你的工作开始出问题，你的健康开始下滑，你的判断力开始变得模糊，你会莫名其妙地做出一些平时根本不会做的糟糕决定，然后你回头看，你会发现自己损失的不仅仅是钱财或者机会，你连自己原本清醒的心也已经悄悄地交了出去。这不是迷信，这是一个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想明白的因果真相。今天我们就来讲这件事。先说一个场景，你可能觉得他很熟悉。张明42岁，在一家贸易公司做了10年的销售总监。他这个人平时处事很稳，情绪管理也很好，在圈子里口碑不错。但3年前他认识了一个叫老李的人。老李这个人怎么说呢？你第一次见他会觉得他特别有魅力，他能聊什么都聊，商业格局、人生哲学、江湖秘辛，他讲起来头头是道，说话带着一种过来人的笃定感，让你觉得他是一个看透了很多事的人。他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这个世界上真正懂的人不多。你算一个。张明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内心是有些触动的，因为那段时间他刚刚经历了一次职场挫折，在公司被新来的年轻副总压着，整个人的状态不太好，正需要一些认可。老李来得太及时了，就这样2个人越走越近，吃饭、喝茶、打牌、谈项目，几乎每周都在一起。但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了，张明发现自己和老李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聊到一些让他情绪起伏很大的话题，要么是在抱怨公司领导的无能，要么是在分析某个共同认识的人有多么虚伪，要么是在规划一些听起来很宏大但其实根本没有落地路径的生意。每次谈完，张明都会感到一种奇特的亢奋，他觉得自己想清楚了，想通了，胸中有一股劲儿。但等回到家，那股劲儿消散之后，他却发现自己什么也没做成，反而更烦躁了。然后慢慢的，他开始轻视自己的本职工作，觉得这些日常琐事没有意义，开始对身边那些踏实做事的同事产生一种莫名的鄙夷。他的专注力开始下降，他的决策开始变得冒进，他开始频繁地陷入一种我本来可以更好，但环境亏待了我的受害者情绪里。2年后，他因为跟着老李一起投了一个根本没有经过认真评估的项目，亏掉了自己10年积累的大半积蓄。更痛苦的是，他跟妻子的关系也在这2年里急剧恶化，因为他回家后总是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戾气，什么事都看不顺眼，什么话都像是在指责。他的妻子曾经问过他一句话，你认识老李之前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张明当时沉默了很久，他知道，但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讲这个故事不是要你去判断老李是不是一个坏人，这正是我今天想打破的第一个思维惯性。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第一反应往往是，这个人是不是在害我？他是不是对我有什么图谋？但其实很多时候，让你倒霉的那个人，自己都没意识到他在做什么，他只是在做他一直以来都在做的事，用他固有的频率活着，用他惯常的思维方式说话，用他已经形成的命运轨迹，把靠近他的人一一带入同一条航道。这才是最深的因果，不是有意为之的恶，而是无意识的共振。在佛学里有一个概念叫业力场，业力梵文是 karma， 很多人把它翻译成报应，但这是一种非常浅薄的理解。业力的真正含义是行动的惯性，是一个人长期积累下来的思维模式、行为习惯、情绪反应所形成的一种立场。这个立场是真实存在的，它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玄学，它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向外辐射的结果。当2个业力场相遇的时候，会发生一种物理学意义上的共振现象。如果你的内心有某种隐藏的频率，而对方的业力场正好与这个频率吻合，你们之间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感，感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但这种共鸣不一定是好事。如果你内心深处有一个未被疗愈的创伤，比如被否定的童年，
比如长期压抑的愤怒，比如对自己价值的怀疑。那么那些能精准触发这些创伤的人，对你来说就会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吸引力，因为在他们面前，你那个被压抑的部分终于有了出口，终于被看见了。这种感觉很像被爱，但它不是爱，它是共同沉溺。现在让我们进入更深的一层。为什么有的人走到哪里都顺风顺水，而有的人换了多少个环境，身边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但那些麻烦事却总是如影随形？表面上看是运气问题，但在佛学的因果逻辑里，没有无缘无故的运气。华严经里有一句话：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的心是你所有现实的画师，你内心持续发出的那个频率在不断地创造你的现实。这不是要你相信什么神秘力量，而是要你理解一个心理学意义上极其真实的过程。一个内心充满恐惧的人，他的注意力会被危险牢牢吸引，他会在人群中精准地识别出那些可能伤害他的人，然后被他们深深吸引。因为这种熟悉的恐惧感反而让他有安全感。这听起来很荒诞，但这是神经科学已经证明的事实。我们的大脑会把熟悉的模式识别为安全，哪怕那个模式对我们来说是有害的。一个从小被批评长大的人，成年后往往会不自觉地靠近那些总是批评他的人，因为那种感觉是熟悉的，熟悉等于安全，这是大脑的本能判断。所以你以为你在选择关系，其实是你的业力在选择，你的过去在替你做决定。让我们回到老李和张明的故事。如果我们用因果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会看到什么？张明内心深处有一个被压抑多年的声音，他觉得自己其实比现在的位置更配得上更好的东西，但这么多年他一直用努力工作和顺从来压制这个声音，因为他的成长环境告诉他，安分守己才是美德，出风头是危险的。而老李是一个把这个声音放大到极致的人。老李的世界观里，普通人都是韭菜，只有懂门道的人才能真正出头。每一个成功者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捷径。这套叙事对张明来说，简直像一把能打开内心深处某个锁住的房间的钥匙。他释放了张明压抑多年的那个声音，他告诉他，你的不甘心是对的，你本来就该更好。但这把钥匙打开的不是一个宝藏，而是一个黑洞。那个房间里关着的不是张明被压抑的潜力，而是他从未正视过的关于自我价值的深层恐惧。当他开始相信自己之所以没有到达更高处，是因为环境不公平，是因为别人的打压，他就把人生的主动权彻底让出去了。他不再问自己我还可以做什么，他开始问为什么他们不让我做。这是受害者心态最深层的形成机制。而老李的业力场正好精准地激活了张明内心这个尚未觉醒的业力种子。地藏经里有一句话，业力甚大，能敌须弥，能深巨海，能障圣道。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一个人内心固化的模式，能量大到足以抵挡任何外在的帮助，大到可以把一个原本前途光明的人拉进无底的深渊。你遇到的那个让你运气变差的人，他的业力撬动了你自己的业力，这才是真正的因果共振。说到这里，我要停下来问你一个问题，在你的生命里有没有这样一段关系，不论是朋友、恋人还是家人，你们在一起的时间越长，你越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一个你原本不是也不想成为的人。你开始用一种不属于你的眼光看世界，说一些原本不会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做一些原本不符合你性格的决定。等某一天你突然独处下来，在安静里照见自己，你才会隐隐感到一阵发凉。那个我去哪里了？这不是夸张，这是业力共振最直观的体现。当两个人频繁的在一起，他们的神经系统真的会发生互相调频的过程，这在神经科学里叫做神经耦合。当我们和另一个人深度互动时，我们的大脑活动模式会开始彼此趋同，这是人类社交本能的一部分，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深度连结机制。但这把双刃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靠近谁，在物理层面上，你的大脑就会越来越像谁。
你觉得靠近一个成功的人就能变得成功，这有一定道理，但前提是你要能真正接收到对方的核心频率，而不是只接收到表面的言辞。而靠近一个内心充满怨气、恐惧、算计的人，你的神经系统也会悄悄地开始学习这套模式，哪怕你的理性在说我不应该变成这样。这就是为什么《论语》里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不是这个话题古人就懂神经科学，而是古人通过长期的观察，发现了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际规律。现在让我来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很多年前一个叫清远的地方。山里有一座小寺，住持是一位年迈的禅师，法号慧觉。慧觉禅师这个人不太爱说话，但凡是见过他的人都会说一件奇怪的事，你只要在他旁边坐上片刻，心里那些乱麻似的烦恼就会莫名其妙地安静下来。不是他说了什么，也不是他做了什么，就只是坐着而已。寺里来了2个年轻的僧人，一个叫道元，一个叫明慈。道元这个人聪明勤快，经文背得飞快，但有一个毛病，就是他对什么事都有很强的是非心，见不得不公平，遇到任何人都忍不住去分析对方哪里有问题，然后想着要去纠正他。他觉得自己这是大慈悲，是在帮助别人。明慈这个人相对沉静，不爱出风头，但有一个隐藏的习性，就是他特别容易被情绪带着走。只要遇到他敬重或者亲近的人情绪变化，他自己的情绪也会跟着起伏，像一片轻薄的树叶，遇到什么风就被带向什么方向。这2个人一开始相处的还不错，互相补充，互相帮助，但慧觉禅师一直在静静的观察。半年之后，寺里来了一个下山深学的僧人，法号觉尘。觉尘这个人满腹经纶，言谈间总是带着一种对世间万事的轻蔑感。他觉得这个世界上真正有慧根的人不多，大多数修行者都是在走形式。他见人就要辩论，非要把对方辩倒，然后才有一种得胜的满足感。道元和觉尘一见如故，因为道元内心那个想纠正世界的冲动，在觉尘这里得到了最强烈的共鸣。2个人整天在一起辩经，分析寺里其他僧人的问题，分析山下俗世众生的愚昧。谈到投机处，2个人都觉得这才叫真正的修行人，这才叫醍醐灌顶。但明慈发现了一件事，道元在和觉尘交往的这3个月里，他的整个人变了，他的眼神变了，从原来的清澈变成了一种带着锋芒的审视。他看任何事情都会先找毛病，见到任何人都会先评估对方值不值得他花时间。他开始变得急躁，坐不住，打坐的时候心猿意马，诵经的时候敷衍了事，但说起大道理来却滔滔不绝。明慈去找慧觉禅师说，师父，道元师兄最近好像变了很多，我感到不安。慧觉禅师没有立刻回答，他只是问明慈，你呢？你最近怎么样？明慈愣了一下，他才发现他自己这3个月也在悄悄地改变。因为道元的情绪越来越大，而他又习惯被亲近之人的情绪感染，所以他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吸收道元那种焦躁和锐利。他变得比以前更容易对细小的事情感到不满，更容易对人产生评判，但他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以为那是自己的成长。他觉得自己终于开始看清这个世界了。慧觉禅师看着明慈，缓缓地说了一句话，你走进了一片雾里，却以为自己终于看清了风景。明慈不解，师父，您是说那片雾是觉尘吗？慧觉禅师摇了摇头，觉尘只是一阵风，雾是你们自己心里的雾，风把它吹起来了，你们以为这叫清醒，其实这叫迷乱。明慈沉默了很久，他想到了自己这3个月来那些觉得自己终于通透的时刻，那些批评别人时内心涌起的那股隐隐的痛快感，那种因为看穿了某件事而产生的优越感。他忽然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寒意，那不是清醒，那是傲慢的另一种包装。然后慧觉禅师又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明慈后来用一生去理解。禅师说，你想知道一个人的业力如何，不要看他说了什么，不要看他懂了什么，你只需要在他身边坐3个月，然后照一照自己的心。
如果你变得更宽，那是善缘；如果你变得更窄，那是你的业在借他的手，把你带回你最不想去的地方。这个故事讲到这里，我们先停一下。我想让你回味禅师那句话：如果你变得更窄，那是你的业在借他的手。这句话里有一个极其关键的洞见，那就是让你运气变差的那个人，他只是一个影子，而不是根源。这是很多人最不愿意面对的真相，因为承认这个就意味着你不能再把所有的责任推给那个人了。你要开始问自己，为什么我的内心恰好有一个空间能让它的频率进来？为什么我会被这种模式吸引？我内心里有哪一个未被疗愈的地方正在借这段关系，把我带回那个熟悉的、痛苦的，但又莫名觉得安全的旧轨道？这就是佛学里说的种子和缘的关系。种子是你自己内心的业力，缘是外在的那个人或那个事件。没有种子，缘无处生根。所以你遇到了那个让你运气变差的人，这不是偶然。在因果的逻辑里，你们相遇是因为你内心有一粒种子，正好需要那个缘来发芽，让你通过这段经历正是你一直在回避的东西。如果你能在这段关系里看清这一点，那这段关系无论多么痛苦，都将成为你这一生最重要的一次觉醒机会。如果你看不清，带着怨恨离开，你会遇到下一个牢里，下一个绝尘。形式不同，但本质是同一出戏。因为你没有处理种子，你只是换了一个场地。说到这里，我想深入讲一讲那些让你运气变差的人，他们身上通常都有什么共同的特征？不是让你去辨别和防范，而是让你在照见他们的同时，也照见自己。第一种是持续性的消耗你的自我认知的人。这类人很擅长一件事，他们会在各种细小的互动中，让你怀疑自己的判断。不是用粗暴的方式否定你，那样太明显了，你会立刻产生防御。他们用的是一种更温柔的方式，在你表达某个观点的时候，他们会以过来人的语气说，这件事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或者说你还年轻，以后你会明白的，又或者说这个我懂，你不了解内情。每一句话单独拿出来都不算什么，但积累到一定程度，你会发现自己在做任何决定之前都要在内心先过一遍，他会怎么看，然后你把自己的第一反应压下去，替换成你以为他认可的那个判断。这时候你的直觉、你的本能、你最真实的内在声音已经被借走了，而那个人的频率已经住进了你的大脑。第二种是把负面情绪当成亲密粘合剂的人。有一种关系，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主要在做3件事：抱怨、评判，然后相互确认。抱怨某个共同认识的人有多么不堪，评判社会上某种现象有多么让人绝望，然后彼此确认，对，就是这样，你说的太对了，他们都不懂，只有我们懂。这种关系非常容易让人上瘾，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极其廉价的归属感。你感觉自己被看见了，被理解了，感觉找到了同类。但这种归属感的代价是什么？是你的认知边界越来越收窄，你的世界观越来越阴暗。你开始把抱怨的能量误以为是分析能力，把发泄怨气误以为是有洞见，而与此同时，你真正用来创造美好生活的那股向上的劲，在一次次的抱怨宴席中被慢慢的消耗殆尽了。第三种是让你慢性失去边界的人。这类人有一种特别的能力，就是他们知道如何一点一点的让你的边界失效，不是一次性的大侵犯，而是一次次微小的越界，然后用你的容忍来建立他的特权。今天让你帮个小忙，你帮了，觉得是正常的朋友情分。下次提出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请求，你有点犹豫，但想着上次都帮了，这次拒绝显得小气，就又帮了。再下次这个请求变成了一种默认，你如果不帮，他反而会感到奇怪，甚至有点受伤。这时候你的能量、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情感，已经在一个你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流向了他。而你的运气之所以变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用来照顾自己的生命能量已经被持续性的外溢，你的精力已经不够用了，你的内在资源已经捉襟见肘了。在佛学里，这叫做心力的散失。一个心力持续散失的人，他的业力场会变弱，
而业力场一旦变弱，他就很难守住自己的方向，很容易被外部的力量带偏。这在现实层面就体现为运气越来越差。讲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说，那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些人都远离了？这个问题很好，但答案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因果的逻辑告诉我们，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镜子，那个让你运气变差的人，他反射出来的不只是他的问题，也有你的问题。远离有时候是智慧，有时候只是逃避，区别在于你是带着觉知离开，还是带着怨恨离开。如果是带着怨恨离开，你内心的那粒种子还在，它会在下一段关系里继续发芽，只是换了一个载体。如果是带着觉知离开，你已经看清了自己内心的那个频率，你知道了是什么在吸引这种关系，你已经开始了真正的改变，那么这次离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斩断因果。所以在谈如何处理这种关系之前，我们先要做一件更难的事，我们要先照清楚自己的镜子。我想请你做一个练习，找一段关系，那段让你觉得在这段时间里运气变差的关系，然后问自己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这段关系开始之前，我内心有什么样的渴望是没有被满足的？也许是被认可，也许是被保护，也许是被允许愤怒，也许是被允许放弃努力。那个人的出现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给了你这些渴望的幻象？第二，在这段关系里，我最享受的时刻是什么？那个最享受的时刻指向的是你内心哪个部分得到了滋养。第三，在这段关系里，我最痛苦的时刻是什么？那个最痛苦的时刻和你童年里某段经历有没有相似的质感？如果你真的静下心来回答这3个问题，你会在某一刻感到一种很奇特的清明。你会忽然明白为什么是这个人，为什么是这段关系。这不是宿命，这是因果的精密。你的业力把你带到了这个人面前，是要你在这段镜像关系里看清那个你一直在回避的自己。心经里那句话，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讲的就是这个。照见意味着你要真的去看，不是逃，不是转移视线，而是把那个最不敢看的地方真的看清楚。当你看清楚了，那个苦才真正有解脱的可能。我想在这里讲一个真实的心理学现象，配合佛学的业力概念来理解。有一个理论叫做强迫性重复，这是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100多年前提出的概念，但在今天看来，它和佛学里业力种子的理论有着惊人的吻合。强迫性重复说的是人有一种强烈的无意识冲动，会不断地在新的关系和情境中重演早年未被解决的创伤。注意，不是有意识的选择，是无意识的被引导。一个在批评中长大的孩子，成年后会莫名地觉得那些总是评判他的人更真实，因为他的神经系统把这种模式和亲密感绑定在了一起。一个在不稳定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人，在成年后往往会对那些给予忽冷忽热情感的伴侣无法自拔，因为这种不确定感和他幼年的神经激活模式是一致的，大脑会把这认定为爱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聪明、自律，在事业上非常成功的人，在关系的选择上却总是一而再地踩进同一个坑里。不是因为他们蠢，而是因为他们的业力种子比他们的理性更早一步做了决定。佛法讲第7识末，那识是我们无意识执着自我的那个层面，它比我们的意识思维更古老、更深层、更强大。它的运作逻辑不是逻辑，而是惯性。而那些让你运气变差的人，往往是那个末那识最强烈的共振对象。所以改变命运，从佛学的角度来说，不是换一个环境，换一批人，而是深入到第8识，也就是阿赖耶识的层面，去清理那些沉积多年的业力种子。用现代心理学的语言说，就是去完成那些未尽的心理成长任务，真正的内在层面的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我想讲一个我听过的故事，是一位修行者分享的。他叫文生，年轻的时候做生意很有想法，也很努力，但他有一个魔咒，就是每隔几年就会遇到一个合伙人，把他拖入困境。第一个合伙人因为赌博亏了公司的钱，拍拍屁股走了。第二个合伙人因为感情问题精神状态崩溃，整个人完全失控。
把公司搞得一团乱，最后不告而别。第三个合伙人用的是一种更精妙的方式，把公司的核心客户慢慢挖走，然后单独出去创业，把文生留在一个空壳里。3次都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方式，但结果如出一辙。文生崩溃过，愤怒过，也消沉过。他说这辈子都不相信人了。他说老天对他不公平。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东西。后来他因为机缘走进了一座寺庙，在那里住了3个月。那3个月里，有一位法师问了他一个问题：在你选择这3个人之前，你内心有没有一个声音，隐隐感到不太对，但你压下去了？文生愣了很久，然后他说有，每一次都有。法师又问，那你为什么要压下去那个声音？文生沉默了很久，才说出一句话：因为我害怕一个人扛。他说我没有安全感，我需要一个人和我一起，我需要那种感觉，好像不是我一个人在这条路上。所以每次有一个人向他表达信任，表达愿意和他并肩的态度，他就会用这种渴望把自己内心里那个警示的声音盖住。法师听完说了一句话：你不是选错了人，你是用选人来逃避和自己独处。文生说那句话像一把刀把他胸口某个地方剖开了。他忽然意识到那3个失败的合伙关系根本不是运气不好，是他内心对孤独的极度恐惧，一次次的让他把需求摆在判断之前，一次次的让他在最该保持清醒的时刻选择了看见他想看见的东西，而不是看见真实存在的东西。他的业力不是坏运气，是对孤独的逃避。这粒种子让他3次吸引来了相似的因果。他后来说，那3个月我一直在哭，但那是我这一生哭得最值得的一次，因为我哭的不是那3个人，我哭的是我那个不敢一个人走路的自己。这就是觉醒的时刻。佛学里有一个词叫做转念，很多人误解了转念，以为转念是强迫自己往好处想，是一种情绪上的自我麻醉。但真正的转念是一次认知层面的根本转向，它不是从坏的念头换到好的念头，而是从执迷于表象转向洞察根源，是从他害了我转向这段经历要我看清什么，是从为什么老天对我不公转向我的内在有什么正在呼唤我去成长。这种转念不需要你立刻变得开心，不需要你立刻原谅那个人，它只需要你打开那扇门，把目光从对方身上转回到自己身上。一旦你完成了这个转向，一个极其微妙但真实的变化就会开始发生。你的业力场开始从内部改变，不是你遇到的人变好了，而是你吸引的频率不同了。不是外在的运气改变了，而是你内在的磁场在慢慢的重新校准。金刚经里有一句极深的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意思是你所看到的那些让你痛苦的现象，包括那些让你运气变差的人，都不是真正的原因，他们只是你内心某个频率的外在投影。当你转念，当你开始看见非相，当你不再被那些表象所迷惑，你才真正有机会看见那个不生不灭的本来清净的自己。那个自己不是被因果牵着走的，而是能在因果中自在地行走的。我们来谈一谈能量场这个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在物理学里，场是一种无形但真实存在的力。一个带电体周围有电场，一个有质量的物体周围有引力场。你看不见它，但你可以通过它对周围物体的作用来感知它。人也有场，这不是玄学，这是你长期的思维模式、情绪状态、行为习惯对你周围环境产生的一种综合性影响。一个内心充满感恩与踏实的人，他周围的气场是稳定的，靠近他的人会不自觉地感到一种平静和信任，他说的话，他做的事都会有一种令人安心的分量。而一个内心充满了怨气、焦虑、算计的人，他周围的气场是紊乱的，靠近他的人即使什么事都没发生，也会莫名地感到一种说不清的不安，做事容易出错，判断容易出偏差，因为他的场在不断地往外辐射一种混乱的信号。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情绪感染的机制。我们大脑里有一种神经元叫做镜像神经元，它能让我们在感知他人情绪和行为的时候，
在自己大脑里产生相对应的神经激活。当你和一个持续焦虑的人长期待在一起，你的镜像神经元会持续接收和模拟他的焦虑状态，你的应激反应系统会长期处于一种微度激活的状态，这会消耗大量的认知资源，让你的大脑工作效率下降，判断失准，注意力涣散，情绪容易失控。从结果上看，就是你越来越倒霉，越来越状态差。而从佛学的角度来说，这叫做共同业力的牵引。两个人的业力场高度吻合，就会形成一种共振。这种共振可以是向上的，彼此激发，共同成长，也可以是向下的，彼此强化对方最深的业力种子，把两个人都拉进更深的业力轮回里。六祖慧能在《坛经》里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意思是一切因缘果报都源于你方寸之间的这颗心。你的心是什么频率，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场，你就会遇见什么样的人，你就会经历什么样的人生。这不是诅咒，这是解放，因为它告诉你，改变的主动权在你自己手里。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我知道很多人听到这里会有这样的想法，道理我都懂，但我要怎么改变？我来说几个真正有效的方向，不是口号，而是可以在日常生活里践行的方法。第一，学会感知自己的能量状态，这是最基础，也是很多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一件事。在每次重要的相处结束后，花3分钟静下来，感知一下自己的状态。你是充盈的还是空洞的？你是清晰的还是混乱的？你是比之前更有力量了，还是有种说不清楚的疲惫？这种感知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只需要你愿意停下来，真的问自己。一开始你可能感知的不太准，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习惯了忽视自己的内在信号，习惯了用各种理由来解释那种疲惫，习惯了把不舒服归因于外在的事，而不是靠近某个人带来的能量消耗。但只要你坚持做这个练习，你会越来越准确地知道哪些关系是在给你能量，哪些关系是在消耗你。第二，重新建立内在的权威。很多人之所以容易被别人的能量场影响，是因为他们内心缺少一个稳定的自我认知中心，他们对自己的判断不够信任，所以容易被他人的观点和情绪所取代。重建内在权威的方式不是变得更强硬，不是学会说不，而是开始系统性的倾听和尊重自己的直觉。每天做一件完全按照自己内在声音做的事，无论大小。可以是今天不想吃外卖，我就做饭；可以是今天不想接那个电话，我就不接；可以是今天我想一个人待着，我就一个人待着。不需要对任何人解释，也不需要对自己解释。这些微小的自我尊重的积累，会慢慢的重建你内心那个被长期忽视的声音的权威。一旦你内在的权威建立起来了，你对外在能量场的抵抗力就会自然而然的增强，不是防御，而是一种稳定，一种内部秩序的稳定，让别人的混乱在你这里无法生根。第三，看清楚自己的需求，然后从内部满足它。记住文生的故事，他之所以一次次吸引来那些不可靠的合伙人，根本原因是他在用那些关系来填补他对孤独的恐惧。需求本身没有问题，每个人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归属感。但当我们用外在的关系来填补内在的缺口，我们就把自己的命运主动权交了出去。因为那个缺口不是外在能填满的，它只能从内部修复。内部修复意味着你要学会与自己的孤独和解，你要学会成为自己最稳定的陪伴，你要学会在安静中找到力量，而不是恐慌。这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但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命运改写。第四，如果这段关系确实需要离开，那就带着觉知离开。离开之前，问自己，我在这段关系里学到了什么关于自己的事？那个让你运气变差的人，他教给你了什么？也许他教给你的是，你在寻求认可的时候，你的判断力会下降。也许他教给你的是，你对某种情绪有一种特别的无力感。也许他教给你的是，你在某种关系模式里还有一个未完成的成长课题。带着这份看见离开，这次离开才是真正的斩断。不是因为你逃了，而是因为你看清了，然后你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这就是佛法里所说的转化业力，而不是被业力牵着走。我们现在来谈一个更高的维度，
在因果共振的背后有一个更深的真相，我想在这里讲，那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走到哪里都是一片光，他们的存在会让周围的人变得更好。他们的关系往往都是互相成就、互相提升的，是因为他们没有业力吗？不是的，每一个人都有业力，都有种子，都有未被清理的习气，区别在于他们的心是更宽的。禅宗里有一个故事，一个人问赵州禅师什么是佛，赵州说吃茶去。很多人不明白这句话，吃茶去和佛有什么关系？但这三个字里藏着一种极其深邃的生命状态，此刻就是完整的，不需要往别处找，不需要抓取什么，不需要推开什么，此刻喝这杯茶就是全部。一个能把注意力完全收回到当下的人，他的能量场是聚合的，不是散乱的。他不会把自己的心力分散在对过去的怨恨里，对未来的焦虑里，对他人评价的恐惧里，对某种认可的渴求里。他的心扎根在当下，像一棵深根的树。风来了，叶子会摇，但根不会断，树不会倒。这样的人，他的能量场是稳定的、清静的。靠近他的人会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安心感，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有帮助的话，而是因为他这个人，这棵树本身就是安全的。而这种状态不是天生的，是修出来的。修什么？修的是那种把注意力从外部收回到内部的能力，修的是那种在任何情境下都能回到自己内心清净本位的能力，修的是那种看清一切但不被一切粘住的能力。这就是业力场的根本转化。让我们再深入一步讲一讲那个让人运气变差的关系。还有另一面，很多时候我们会在离开那段关系之后花很多年去怨恨，花很多时间去重新建立那种被摧毁的自信，花很多精力去向人证明那段关系不是我的错。但我想告诉你，这条路很漫长，也很消耗，而且在因果的层面，它把你锁死在了那段关系里。因为你的注意力、你的情绪能量还在被那段关系消耗。有一个佛学里的概念叫做放下。我知道这两个字太多人说过了，听起来像是一种廉价的劝慰，说起来轻巧，做起来千斤重。但放下，真正的放下，不是原谅那个人，不是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不是强迫自己感恩那段经历，这些都是表面的动作。真正的放下是你完成了那段经历想要教给你的功课，然后你不再需要那段经历了。就像一个人在黑暗里需要一根蜡烛，等他找到了光亮，等天亮了，那根蜡烛自然就可以放下了。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因为它完成了它的使命，你完成了你的成长，你们俩清了。当你真正完成了那个功课，那段记忆会变质，它不再是一个让你心口发紧的东西，它会变成一段你可以平静讲述的故事，甚至是一段你能感到某种深深感谢的经历。因为没有那段黑暗，你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方。楞严经里有一句话，狂心若歇，歇即菩提。那颗在过去的怨恨与未来的恐惧之间反复奔跑的狂心，只要它歇下来了，你就已经站在了觉悟的边缘。歇不是麻木，不是压抑，是真正的抵达，是终于回到家了。好，我们来做最后的收束。我想问你一件事，在你现在的生命里，有没有一个人，每次见过他之后，你都会有一种微妙的疲惫，一种说不清楚的失去了什么的感觉？如果有，我不是要告诉你那个人是坏人，他在害你，我是要告诉你，那可能是你内心某颗种子，正在借助这段关系，试图浮出水面，让你看见它。那颗种子也许是恐惧，也许是自卑，也许是对某种被爱方式的执着，也许是一个你从来没有好好面对的关于自我价值的古老问题。他在等你，不是等你去消灭它，而是等你去认识它，去真正的深深的看见它。因为只有被看见的种子才会真正的开始转化，只有被照亮的地方才会有真正的生长。这才是因果真正的运作方式，不是惩罚，而是邀请。每一段让你感到运气变差的关系，每一个让你痛苦的经历，都是你自己的业力在用某种方式邀请你回家，回到你真实的自己，
回到那个不需要向外索取，不需要向外证明，不需要靠任何人来定义的自己。那个自己本来就在那里，从未离开，只是被太多的执着、太多的恐惧、太多的向外奔跑遮住了而已。当那些遮掩慢慢的去掉，当你开始真正的安住在自己的内在，你会发现一件奇妙的事，你的关系变了，不是因为别人改变了，而是你内在的磁场改变了。你不再吸引那种消耗你的共振，你开始吸引那种能与你共同生长的缘分。这不是运气，这是业力的净化，这不是改命，这是回归。最后，我想说一句话，你这一生里遇到的所有人，包括那些让你运气变差的人，都没有办法真正的伤害那个最深处的你。他们能伤害的是那些执着，是那些恐惧，是那些还没有长大的部分。而那些被伤害的部分，恰恰是最需要被看见、被疗愈、被整合的部分。所以，与其问为什么老天让我遇到这种人，不如问这个人出现在我生命里，是在邀请我认识自己的哪个部分。当你开始问这个问题的那一刻，你已经不再是那段因果的受害者了，你成为了因果的主动参与者，你成为了自己生命的书写者。这是觉醒的第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因为它需要你愿意放下那个更舒服的位置，放下那个一切都是别人的错的版本，然后转过身看见自己。但那个转身的瞬间，那个真正照见自己的瞬间，是这一生里你能给自己的最大的礼物。愿你终有那一天，在某个安静的清晨，照见自己的那颗心清净宽阔，如如不动。那一刻你才真正明白，所谓的运气从来都不是从天而降的，它一直都在你的心里，一直都是你自己的光，